就在剛剛，也就是呢25年的9月12日，東京的一個購物的新地標、超級大間的新概念百貨 New Woman 的高輪店正式開業了。據說呢，這是 Luminate 集團在日本規模最大間的商業設施。雖然現在呢只開通了南北2座塔樓，但進駐的店鋪也已經有接近200家之多。那麼問題來了呀，喜歡潮流購物的朋友，這一家百貨是否值得你的東京之旅專門安排上一個下午來逛呢？到底有哪些店鋪可買呢？帶着這個疑問今天元哥也是第一時間跑來幫支持本頻道的付費會員兄弟們一起來掌握一下第一手的實地資訊。接下來呢，我會邊逛邊推一下19家我覺得值得逛的店鋪，也會在影片結尾給出我對這一家新的東京購物地標是否值得來的總結。那麼先逛起來吧。說真的來這裡還是非常方便的。東京最核心的 JR 山手線坐到高輪 Gateway 站出來就到。商場目前開放了北塔和南塔，然後還有3個其他的塔在陸續的建設，預計26年全面建成開放。New Woman 是 Luminate 集團旗下比較高端的子品牌，聽名字也能猜到，客群是面向都市中的新獨立女性。不過商場中並非只是女生能逛面向男生消費的品牌也真的不少。所以不用太在意這個名字。下面咱們從北塔逛起，推一下店鋪。這幾年Y2K Style 大行其道 ，Essex 和旗下的鬼冢虎大紅大紫，讓大家忘了日本還有另一個100年歷史的運動鞋品牌 Mizuno。跟 Essex 的 Gel 抗震科技不同，Mizuno 主打這種空心的 Wave 科技。這些銀條條的款式其實也蠻帥的。如果你覺得Essex 有一些千篇一律了，穿的人太多，那麼可以考慮一下 Mizuno 這一個相對小眾的選擇。另外品牌最近也還有一個爆款就是這一個全黑配色的足球鞋搭配 Wave 科技的款式，经常能看到東京本地的潮男上脚，蠻搭配他們的日系极簡穿搭的。接下來今天的重點來了，5星力薦來逛一下這一家 Port Classic Cinema。整間店鋪以好萊塢早期的影院為主題而設計，正面就是一個售票亭，還有老式的空調太細節了。旁邊的櫥窗也都貼滿了各式老電影的海報，內裡還有一個真正的古董級的膠片放映機，太巨型了，我也是第一次見到。最讓我覺得驚豔的是這一個好萊塢女明星的化妝間店員跟我說家具都是真的好萊塢片場的古董，真是大開眼界，氛圍感拉滿。整個店鋪的設計和裝修是請來了種田洋平大師帶領東寶映畫的美術團隊來負責，只能說真的太用心太講究了。店內的商品也是為了這一次的新店開業策劃了不少的限定款，比如說這一些電影視覺元素刺繡的夾克，還有限定配色的包包。然後收银台旁邊的老式爆米花機器裡還放了這一次店鋪開業限定的馬克杯。總之這一家店鋪不論是否來買衣服，逛下來都覺得非常新鮮有趣，很像一個電影主題的互動展，推薦來拍照打卡一下。另外店員的服務也非常熱情，來逛一下真的是很棒的體驗。然後北2層還有一家日本戶外老牌的迪桑特的店鋪。關於這個品牌元哥在 Top 10個日本都市機能品牌的影片裡介紹過，水澤羽絨服是他們家的看板款式，對頂級的日產羽絨服有興趣的話可以來試穿一下。然後北2還有一家店也是元哥今天滿分推薦的，就是這一間iBond 旗下的全新概念店 Sheep。提起日產首座競價品牌大家都會想起國民級的大牌金子眼鏡。不過這幾年iBond 可以說憑借更偏向都市風的設計款式，風頭也非常的強。旗下也發展出了 N 個子品牌出來，比如說iBond 7285專門復刻歷史經典款 ，iBond 則是旗下的運動眼鏡款，有日系獨家的設計風格，跟大家熟悉的日常運動眼鏡的 style 是大不同。另外這次為了慶祝高輪店開業，還專門做了店鋪獨家限定的系列 E by iBond。總之產品線豐富極了，總能找到適合你的一款高品質日產首座競價。那麼北2層差不多就這些，咱們上樓。上來3樓第一家就是日系戶外的代表性的品牌之一 And Wonder， 主打偏向時裝審美的戶外山系機能單品。這個品牌元哥的 Top 10個日系都市機能品牌的影片也介紹過，就不再重複了。
接下來APC 雖然是法國品牌，但是可以說是最早一批的引領了東京人都市極簡風審美的品牌之一，在日本的各大商場基本都能看到。Barbour 創立於1894年的英國戶外老牌，大家都很熟悉，不多聊了。提起有設計感的日系手作皮具品牌很多兄弟都會想到 Under Schema。其實也有另一個品牌很值得給大家推一下，就是這一家的 Slow。同樣的有設計感，且皮具在日本手工完成。跟 Schema 主打鞋子不同，Slow 的品牌還是更主攻各類的皮具包包。這個鑰匙包我是覺得真的可以推一下，造型很有設計感，掛在褲子上感覺蠻帥的。一套加起來6-7千日幣左右感覺價位蠻 OK 的。然後就是品牌的這個帆布托特包，質感不錯，價位2萬左右。再就是這一個日本傳統的包袱造型的無期袋，之前跟 Beams 還聯名過，元哥的慈媽咪會員節目也推過，2萬日幣左右我感覺還蠻好看的。總之這家店也是今天滿分推薦的值得逛下的皮具雜貨小店，款式豐富，有品質，價位也還蠻合理的。然後就是如今的戶外機能一哥始祖鳥，也是很多兄弟來日本一定要挖寶下的。上來4層再來探索一下好店。第一家 Ralph Lauren 沒什麼太多可說的，路過了多少還是會逛一下，款式豐富，蠻好逛的。這一家家居店 Actus 大家有聽過嗎？主打引入歐洲的知名家具設計師品牌，是東京富人中最為人氣的家居選品店鋪之一，蠻值得來看看的。Loveless 這個品牌其實歷史蠻久的，2004年在青山成立，最初是定位青山附近的富人消費的選品店，如今也有自己的原創設計單品，不過風格都還蠻一致的，基本上是偏向那一種歐洲設計師風格。順便說一下如今人氣超高的戶外鞋品牌 Hoka 店鋪也在這一層。接下來是日本選品店的幾座大山之一 United Arrows。主線的話主打高 CP 值的東京白領人群的通勤服，比如說這一件羊皮的皮衣皮質還蠻柔軟的，設計上極簡寬鬆，價位只要4萬多日幣，真的是很便宜啊。然後這一些極簡風的略有機能屬性的通勤服也是東京的男生的日常服了，價位都在1-2萬日幣，確實不貴。除了服飾、鞋子或是配飾什麼的都有，一站式購齊。接下來是 Beams Cultural Art， 這是 Beams 旗下主推現代前衛藝術家周邊作品的支線品牌。Beams 會幫這些藝術家策劃一些服飾或是家居小物之類的文創周邊，可以說是 Beams 版本的 MoMA Store。這個店我有在 Beams Life 那期中做過詳細的介紹，有興趣的兄弟可以翻看一下。上來5層這裡有一家我們在北海道札幌攻略中反覆推過的戶外選品店 Sola。店內主推的是 Patagonia 之類的戶外服飾或裝備。值得一提的是上野系老廠東洋旗下的品牌在這家店也都能找到 Buzz Rixens 還是Gold、Sugar Cane 等等都有，還蠻意外的。然後5層還有一家中古名店 Ragtag， 在這裡你可以找到不少熟悉的日潮品牌的中古品，只不過這個價位也是真夠嚇人的。這一件Graph Paper 的皮衣原價10萬，中古價9萬5，牛仔褲價格也只比原價低了6-7千日幣，估計是店租之類的成本真的很高吧？除非你挖到了超稀有又超想要的款式，否則我是真的沒辦法推。逛完了北塔再來看一下南塔。說真的，这個南塔就真的基本上是面向女性顧客了。元哥雖然是把整個南塔都逛完了，但是只能說推一下2家餐飲給大家吧。第一家是主打手工制作的甜點紅茶店 Hubs， 不論是任何時間來都基本上要排隊才能進店，是超人氣的網紅店，沒錯啦。如果你剛好路過，又剛好人不多，那麼蠻值得進去嘗一嘗的。因為說真的，元哥因為懶得排隊到現在也還沒有吃到過。再就是南塔2層的這一家大家都很喜歡的小藍瓶咖啡了，價位不貴，幾百日幣，座位也蠻有設計感的，適合在這裡拍個照休息一下。
以上呢就是元哥逛完這一家呀全新的購物地標 New Woman 的高輪店呢給出的值得一逛的店鋪攻略了。總體上啊，對於喜歡潮流購物的兄弟而言呢，滿分10分的話，元哥可以給這一家商場呢一個6分，剛剛能及格的分數吧。說實話呢，入駐的品牌呀大多還是比較偏向大眾，也大部分呢更適合女性人群，但也呢不能說來了就真的完全的無聊沒得逛。如果被女友拉來的話呢，還是有元哥上面推的一些店可以逛的，也還算呢沒有浪費一天。那麼呢，以上就是情報員給會員兄弟們帶來的東京最新的購物資訊。之後東京有任何購物相關的新地標呢，元哥也會第一時間優先報告給會員兄弟們的。那麼呢，咱們下周6再見啦。